现在已经走到一片无人区了。你看我这个脚，一脚迈下去啊，就这么深，估计得有40-50厘米吧。而那一个隧道啊，应该就在这个山丘的上面了。这雪季看上去啊，好像是刚刚才发生了不久。嗨，大家好，我是沙生。现在我行驶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你看，在1881年的时候啊，亚利桑那州呢已经有着众多的人口，而且那个时候又正值这个淘金热的黄金时间，所以有不少人都前去淘金了。像我们熟知的那个死亡谷那一片与世隔绝的沙漠当中呢，就蕴藏着大量的矿业。不过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著名的商人，大概是叫詹姆斯·艾迪吧，他就没有去淘金，他就发现这个亚利桑那州北部的这个区域呢，有一片茂密的森林，就像大家看到我现在身旁，全部都是一片片的森林，特别的漂亮。然后呢，他发现如果能好好利用这一片木材的话，那他一定能赚大钱。于是呢，他就想到了一个点子，他觉得在亚利桑那州的北部呢，修建一条铁路，连通其他的省份。这样的话呢，他就一定能成为商业大亨。那他最终成功了吗？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当时这个商人詹姆斯·艾迪他认为呢，如果将亚利桑那州周围的这些线路链接起来的话，那既可以往南部的社区输送物资，或者说是这些木材吧，又可以将那些拉回来的矿业呢输送到沿海的一些工业中心。这么一来，控制了这条线路的话，那他就可以成为暴发户。不过有一件事情却阻碍了这个艾迪的计划。那便是因为科罗拉多州呢，它是一个高地，又横跨了4个州。如果从地图来看的话，你就不难发现那亚利桑那州南部边界呢，是一个巨大陡峭的山脊，横跨了大部分的地区。所以要在这样的地方修建铁路的话，那就必须要有隧道呢才能通行。所以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备以后呢，他的工程师呢就计算出如果要以足够平缓的这种路线让火车通行的话，那就需要建造一条3000英尺长、16英寸宽的隧道呢，才能穿越这一片山脉。而当时这个艾迪他所出资修建的这个隧道呢，就在前面的那一片山脊之间。现在我们必须要穿越这一片林间小道呢，才能到达那一个隧道。不过这个路面非常的颠簸，那我们就一块来体验一下这一个林间小道吧。哇，这里好像道路封闭了，你看周围全部都是大雪，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从另外一个方向走。刚才竟然在那个道路的尽头有一辆卡车，而且那个地方路都已经封闭了，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
这里面的道路啊，错综复杂，连续走错了好几次了。看这路啊，有点打滑了。这轮子它没有那个就是防滑的挂钩，所以走起来啊，一直在路面左右的漂移。哇，这里的路啊，你看这个车啊，一直在打滑。哎呦，左右都在飘了。哎，我得开成运动模式了。哎呦，上不去啊！稍等一下，我退一下。走。哇，一直在打滑。现在我们已经到这片森林之间了。我们要去的那个隧道啊，它就在这一片山脊之间，但具体怎么走呢，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只能是沿着这条小路啊往里面走，因为它的那个地方呢需要继续的往上攀爬，而且没有具体的路线。走吧。哇，昨天走了那个大峡谷啊，你看我现在整个腿啊酸痛得每抬一次啊就非常的难受。这是一条亚利桑那的步道，它其实是一条登山步道，但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呢，它就是在登山步道的另外一条小路，然后往上面爬，但它没有任何的指引。看这里有棵树，是一棵古树了，就像一个桥一样。
这完全是在雪中漫步啊！嘿，哇，这边好像有很多的分支啊！走，我们从这边上。跟着这个脚印往上走。哇，这积雪啊，越来越厚了。鞋里面都进冰了啊！啊，你看我这脚。山间小道，哎，
上面还在掉雪。就是沿着这条小溪啊，一直在往上面走。水看上去还蛮清澈的。哇哦！你看这棵古树啊，倒落下来了。看这个后面，
非常的巨大，就像是一个树精一样，底下全是石头，翘起来了。稍等一下，这里没有脚印了，这是一条死路，不能从这边走。这继续下去的话，你看我脚现在已经倒到这个地方了，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来，从这边。应该是有松鼠。这么好的木头啊，你看被锯开了。哇，非常的辛苦啊！这是在上坡，而且这个地上啊，踩下去以后，这脚还要滑。又得稍微歇息一会儿。哎呀，这爬山啊，特别的累。你看，这是一直啊，在往山上走，而且这个路面呢，它只能跟着人家的脚印走，但是一不小心啊，就会踩到这个雪里面。踩下去以后，你看就陷进去了。再拔出来的话，这个满脚里面啊，就全部都是冰了。再过一会儿就湿了。你看这冰上面，不知道是什么小动物啊留下的血迹，看到了吗？放近一点。
这雪季看上去啊，好像是刚刚才发生了不久。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小动物啊，又不幸可能是死在这个地方了吧，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好，走。哇，这地上同样也有血迹，小心点。看来被咬了以后，然后逃命的时候留下的。在这一片森林之间，有狼，有熊，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一些动物吧，所以一定得注意一下。不过白天呢，应该无大碍。走。来，我来拍。走。一条陡峭的上坡之路，哎呀，非常的累，这脚啊一直在冰里面打滑，哎。相机太重了，哎呀，我先换成了 GoPro。确实这条路啊太难走了，一直拿着那个相机啊，我感觉再走一会儿，我手就已经抬不起来了。到那个地方，目前显示还要走2英里左右，而且到了以后，我们还得找路，所以我就换成了 GoPro。走过小溪，哎，哇，这水很清凉。哎，走。
这一不小心啊，就会摔倒啊。来，手 ，Come on， 好，给我。这大坑。看这边，冰雪之路。现在已经走到一片无人区了。你看我这脚，一脚迈下去啊，就这么深，估计得有40-50厘米吧。而那一个隧道啊，应该就在这个山丘的上面了。哇，这行动起来啊，真的特别的困难。稍等一下，还不能用太大的力，稍微用力多一点的话，这个脚又向下。哇，你看，直接到我的大腿这个地方了，全是松的。你看，找一个角度，你看，看这里多深。哎呀，要这样徒步上去，我觉得应该非常的辛苦。稍等，我得先站起来，担心一站起来又会塌陷下去。哇，哇，这怎么走？看深度 ，Come on， 哇！好，我得先停一会儿了，我得想想办法，怎么上去。你看，我们要走到那个上面去，真是特别的麻烦啊！冰天雪地。到了。山洞啊，就在我的前方了。你看，这个隧道啊，就在我的身旁了。在1883年的时候啊，他们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与设计以后呢，于是啊，就打算从这里呢开始修建这一个隧道。然后呢，他们利用了一整个夏天的时间，找了40个工人啊，把炸药呢全部都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准备从这里开始进行爆破。但是你要知道啊，在那个时候啊，炸药可是昂贵的产物，所以啊，当他们公司连资金所有的耗竭以后呢，工程啊停工。而这个隧道的长度呢，也最后停止在了70英尺左右，所以啊，就变成了一个烂尾的工程。你看，100多年以前的烂尾工程啊，就在这里了。走，我们去看一下。隧道的旁边这里啊，有一个很小的用这种石头堆起来的小房子吧。我想这个小房子应该就是当年啊堆放炸药的地方。全部是用石头搭建的，哇！你看这雪，特别的深，上面全部是用木头啊做的这个屋梁，石头房子，房子很小，我每走一步啊，这脚就在塌陷下去。先出来。全部是石头搭建的。
这边走一圈看一下，就是一个小屋子，也还是建在一个悬崖上面的。底下这里倒了一棵非常巨大的树，从山上啊垮下来的。你山上有很多的松树，也不知道为何当年啊这个隧道要修建在这个悬崖之间。这就只有一个小石屋。走，进那个隧道看一下，小心点。脖子前面。你看，这就是那个隧道，上面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帘洞了。哇，你看，这么长的冰柱，隧道就是用炸弹呢炸出来的。岩石之间，入口处还是蛮大的。但是越往里面呢，感觉就不是特别大了，还滴水。嘿 ，Hello， 走。地上有很多的大石块，你看。这应该是用炸弹炸开以后呢，然后旁边去堆的房子。这有烧过的一些柴火，有人好像是在这里做过什么吃的。在外面。地上这里也有，而在这个墙壁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涂鸦，还有一些文字，这边也有，这整个石壁上面都写满了文字。走，越到里面啊，就越来越窄了。当年的这个烂尾工程啊，最深的地方就到这个地方吧。这里已经没有路了，到头了。但你看整个隧道里面啊，随处都能看到当年呢用炸药爆破以后留下的这些碎石块。那你觉得为何当年啊这些人他们会在这么陡峭的悬崖上面来修建这种火车的隧道呢？一般火车的隧道啊，不都应该修在那种比较平缓的地势当中吗？便于通行吗？而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修在这种悬崖上面呢，其实是可以通向亚利桑那州的。虽然现在这里面啊，已经变成了一片遗迹，不过或许你看完它的这个建造以后呢，你会不难发现啊，他们的想法并没有这么愚蠢。因为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呢，其实从上往下用无人机来观看的话，是大概可以看得出啊，这个建造者的计划的，他其实呢就是想穿越这一片山脉，而如果能穿越这片陡峭的山脉的话，那我想啊，他的目的呢应该就成功了。你看这个隧道啊，除了两边的这些涂鸦和各种文字以外呢，几乎和1883年啊工人最后一次离开的那个景象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吧。而这个摇摇欲坠的隧道啊，和旁边的那个石头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遗迹了。而当年
那些炸弹呢，全部都存放在那个小石头房子里面。但是那些炸弹呢，它也不足以炸开这么大的一个隧道，所以就让它变成了一个烂尾工程吧。你看周围的这些涂鸦，仍然清晰可见。这真是计划呀，赶不上变化。想当年，这个一心想发大财的商人艾迪他却最终呢，因为这个烂尾工程呢而破产。而时隔100多年以后的今天如果他能再次的来到这个地方，他又作何感想呢？好吧，那这一个地方也就是这样了。那我是阿森，我现在在亚利桑那的废弃的火车隧道。那我们的旅行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小心脚下，注意这里在滴水。这个得注意安全踩到我的脚印上，然后再下来。哇！树枝断了，小心点，抓这个树枝的里面。没事。慢一点。来，慢点。好，走。这脚印都是刚才我们走出来的。这下去就下坡了。昨天走大峡谷，先是下坡，回去的时候就是上坡，真是走死人了。哎，看我们现在这个有点像是在滑雪的感觉，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还在拍照。
脚都已经全部冻僵了。这坑啊，非常的深。要一直这样下去。哇哦！你看，这陷到大腿里面去了。哎呀，这脚都拔不出来了。哇！哎，这要是有个雪橇的话就好了，或是滑雪板，直接就滑下去了。哇，哎呀，这脚很难拔出来，慢一点，哇，还在拍，哇！哎呀，这脚都已经快冻得没有知觉了。这每一步啊，我觉得走快一点的话，好像稍微好一点。抓到了一幕啊，摔了一跤，稍微走快一点，走快一点的话，对，这样会好走一点。哎呦，哎呦，哎呦，这一次抓了一个现行啊，控制好重心。哎，哇，哇，哎呀，非常的狼狈啊！你看，哎。